金剛經有云：凡所有相，皆為虛妄。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佛家認為，一切表象皆由人意識所造，情緒也由此而生。當你能看破這些虛妄，內心始終保持平和，便達到了修佛的至高境界。大家好，今天為大家分享洞見的一篇文章：弱者着相，強者破相，智者無相。這是一篇深度好文，希望大家點讚、收藏、轉發。在這世間，每個人都會遭遇不順心的人和事，而對待這些遇見的方式，恰恰體現了一個人層次的高低。弱者着相。作家柯山夢講過這樣一個故事：明朝末年，一名巡街皂隸對一家店的女兒說了些葷話。店家見狀，頓時火冒三丈，抄起擀面杖就打。皂隸當場被打得頭破血流，不省人事。皂隸的同僚得知消息後，將店家收押進大牢，直接打斷了他的雙腿。等皂隸清醒後，立刻釋放了店家。原來皂隸與店家女兒本就相熟，巡街至此便打趣了幾句。沒想到店家脾氣火爆，不問緣由，才釀成這慘禍。說到底，傷他的並非別人，正是自己的衝動。古語云：愚妄人怒氣全發，智慧人忍氣含怒。一個人若總是輕易着相，落入情緒的陷阱，終究會反受其害。春秋時期，小國國君朱莊公一次在宮中閒逛，看到地上有水跡，當即大怒。一名僕從解釋說，是晉國使者羿射姑不久前在此處小解，奴才們才用水清洗。實際上，這是僕從為逃避責罰，故意誣陷羿射姑。朱莊公脾氣上頭，直接下令抓捕羿射姑。羿射姑覺察不妙，匆匆逃回晉國。夜間，已就寢的朱莊公得知這個消息，憤然從床上躍起，卻因動作過大，踢中炭盆，燒傷了自己。幾天後，朱莊公因傷口感染而死。南懷瑾說，容易着相的人，連老天也渡不了。人活於世，誰都會聽到不喜歡的話，碰到不合心的事，若只因一言一語、一物一事，就整日發怒衝動，早晚會惹出禍事。壞脾氣就像一個推手，會一步步將人推入深淵。弱者控制不住情緒，一輩子注定吃苦受累，難以翻身。強者破相。讀明史時，一件事令人印象深刻。建文帝朱允炆繼位後，生怕諸王叛亂，大肆屠殺王侯。燕王朱棣為求自保，裝瘋賣傻。朱允炆卻不放心，派御史到朱棣王府查探。御史抵達王府後，百般挑釁，侮辱朱棣，想逼其就範。朱棣聽到後，更賣力地裝瘋，甚至爬在豬圈中舔食豬糞。正是這一舉動，朱棣徹底蒙騙了朱允炆，求得生機。所謂強者破相，說的就是朱棣能夠克制情緒，直面問題本身。正如天道中所言，聰明人只做一件事，那就是解決問題，而不是被情緒左右。把情緒摁下去，才能把事情處理好。林則徐年少時因情緒剛烈，捅了不少簍子。其父親林賓日便寫下“治怒”二字，懸於他的書房之內，還為其改名則徐，意在讓他控制脾氣，處事舒緩。為官之後，林則徐牢記父親教誨，重新親自書寫“治怒”二字牌匾，時刻警醒自己。後來，林則徐在廣東禁煙。一次，廣東海關監督玉坤與洋人勾結貪污，破壞禁煙。林則徐得知後，氣得摔碎了自己喜歡的茶碗，但一抬頭，“治怒”二字映入眼簾，他頓時沉住了氣。第二天，他仍若無其事地接待玉坤，經過巧妙周旋，讓玉坤乖乖交出修建虎門炮台的銀兩，和平處理了事端。仔細回顧我們的生活，每天問題疊着問題，麻煩堆着麻煩，你越是着急動火，
大腦反而越不清醒。正所謂弱者活在情緒裡，強者活在事情裡。不被情緒迷惑，靜下來，穩住心，聚焦事情本身，方能抽絲剝繭，一步步化解難題，智者無相。作家許知遠因制作訪談類節目《13邀》引來了諸多謾罵，幾乎每期訪談都有彈幕罵他裝清高、偽知識分子。換作常人，早已憤憤不平，焦慮不堪，但他卻對此一笑置之。有人的地方就有對錯，有嘴的地方就有是非，何必在意？很多時候，我們所聽到看到的，不過是經由自己認知投射而生成的虛幻表象。一個人只要悟透這一點，外界是非便不會輕易入心。清代有2位著名畫師，金東興和王征。金東興畫技高超，待人謙和，備受世人讚譽。王征心中多有不滿，常出言詆毀金東興，但金東興從不惱怒，也不辯駁。一次，兩人同時出席宴會，酒過3巡，有人提議以柳絮為題作詩。王征搶先開口：“飛來柳絮片片紅。”眾人聽後面露譏諷之色，因為柳絮分明是白色的。王征自知失言，頓時酒醒，內心尷尬不已。金東興卻沒有借機嘲諷，而是對出夕陽返照桃花渡。此句一出，不僅巧妙化解了這場尷尬，還升華了詩的意境。王征心中佩服，此後再也沒有詆毀過金東興。真正有智慧的人，和誰都不生氣，對什麼都不在乎，因為他們明白，計較動怒毫無意義，根本無法改變外界的人和事。對高層次的人來說，內心愉悅平和更為重要。所以，與其困在情緒裡，不如修煉無相的智慧，以不動心應萬事，允許一切發生，始終淡定從容。這其實就是對一切最好的回擊。很喜歡王陽明的一首詩：人人自有定盤針，萬化根源總在心，卻笑從前顛倒見，枝枝葉葉外頭尋。日子究竟過得怎樣，其實全在於你內心的感受。若是太執着於表象，外界的一點風吹草動都會讓你面容失色。修得一顆平常心，做到無相不惑，無情不擾，只關注自己，多錘煉實力，你才能在煩亂世事中自在生活。看到這裡的朋友，相信你對人生的修行有了更深刻的思考。我強烈推薦大家讀一讀我櫥窗裡的這套《人生三修》，這是一本關於做人、做事、修心的智慧書籍。修心是一切意念的基礎，心在什麼境界，人就活在什麼世界。修心是生而為人走向幸福之道的必備利器。修心、靜心、養心、悅心、悅人、悅己。人一旦開悟，就會活在當下，每個時刻都不再內耗，不再恐懼，不再抱怨，而是以一顆平和、善良、感恩的心去擁抱這個世界，最終活成通透自在的自己。好，今天的內容就分享到這裡，點讚關注逸軒，我們下期見。